如果我最近感覺100萬不小心被我賺到300萬了，我會怕了。我100萬賺到300萬，一個回檔到200萬左右，你要賣掉，你甘心嗎？你可能會不甘心，這是心理學問題。雖然你設定出場期，你就一定要這個時候出場，你要因為有期待後面有噴出，你才有理由吃現在這個回檔，不是我傻操作，反正上去下來回檔我就清掉，然後上去下來回檔我就不是。是有你相信可以繼續噴出的事實擺在前面，因為你如果風暴比不夠，你沒有必要吃這個回檔啊。他說：“老師你好，因為漲勢非常的兇，資產膨脹的速度也比原先想的快很多，恭喜你，很棒哦，我覺得這感覺很好。但你現在要來認真思考這個問題，是你應該的，每個人都應該，因為上得快下得快，沒錯吧？所以這個問題很好哦。我不自覺會加碼到 all in， 我在人生很多過程裡呢，有這種警惕出現的時候呢，都是賺得很快。那當然我也有因此有受過傷，下來的也很快。所以這個時候你在興奮之餘，你是要驚悚的看待這件事情哦。所以他問的是會不會一個下跌就全賠光了？你現在股市很強，但是我們不能輕易的預測股市，我們也不能很輕易的判斷未來。所以你先在心裡想一想，我會告訴你什麼？想一下，然後我要講的實際上是很簡單，兩個原則很重要。第一個，你現在是建倉期還是加碼期還是出場期？第二件事情更重要，就是你到底有沒有預留好基本面跟技術面的金額的比例？你有沒有預留好這件事情 ？OK？ 那所謂的建倉期、加碼期、出場期，它是一個操作原則，所以你一個下跌就賠光了，怎麼可能？如果你在建倉期，一個下跌你會停損；如果你在加碼期，一個下跌你可能會有賺不能賠；如果你在出場期，你一定會設定一個一定要離開的點。就你今天去拉斯維加斯，你今天去任何的賭場，你有賺了100萬了，你要跟自己講 ，OK， 我賺到剩3，我如果賺100萬很棒了，但我今天一定要帶着錢出去，我要帶着我辛苦一整天的利潤出去，我留40萬，40萬一到你就閃人，沒有再管下一盤會開紅的幾率比較大，開黑的幾率比較大，沒有在管這件事情的。那第二個是比較務實的問題哦，有這種感覺的，來，我們先確認一下，有看我們頻道戰友有這種感覺的報案6，我跟你說我個人啊，我跟你說我個人的這個經驗啊，如果你都要出場了。剛剛說股市這個市場賺到100萬嘛，你要跌到40萬出場，你也很不爽，對不對？所以其實我比較傾向於噴出賣掉。如果我最近感覺100萬不小心被我賺到300萬了，我會怕了。我100萬賺到300萬，你一個回檔到200萬左右，你要賣掉，你甘心嗎？你甘心嗎？100萬賺到300萬，回檔200萬賣掉。你可能會不甘心，這是心理學問題。雖然你設定出場期，你就一定要這個時候出場。那我會怎麼做呢？100萬賺到300萬之後呢 ？OK， 我怕了，對不對？對，305萬的時候賣一批，310萬的時候賣一批，320萬的時候再賣一批。長久以來，你這樣操作會有2種結果：一種是你不賣，真的吃回檔，那你差80萬；第二種，你305萬、310萬、320萬賣掉。賣了3批，然後又繼續噴出了，你少賺那3批，但後面還是賺。所以其實我們在買賣之中，核心就是要找出正期望值的操作。你只要找出正期望值的操作，你就是交易者，那你就不會輸啊。那如果是300萬寧願吃到220萬賣掉的人，他圖的是什麼呢？他圖的是這個產業很有未來，現在景氣大好，現在熱錢很多，我就是要跟你拼到600萬，可以。那你的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，那你就是拿回檔來吃噴出嘛，就是你要先認定有可能會回檔，因為你期待的是後面的噴出，你要因為有期待後面有噴出，你才有理由吃現在這個回檔，這個很重要哦。那你在一張白紙上，你等一下看完直播，你在一張白紙上稍微畫一個圖，你先畫出你的股票現在的價位，你期待噴出到哪裡？然後你再設一個你願意吃的回檔，然後幫我做一件事，檢查風暴比合不合。我現在講這句話是很精華哦，
因為我操作了很多年以後，我才領悟到這個回檔的意義是什麼。不是我傻操作，反正上去下來回檔我就清掉，然後上去下來回檔我就不是，是有你相信可以繼續噴出的事實擺在前面，不用對，你只要有相信的理由就好了。因為你如果風暴比不夠，你沒有必要吃這個回檔啊。我們講傳統技術分析好了，挑戰前波高。假設有一種技術叫做只會漲到前波高，前波高是200，你180，然後漲到190，那你要為了那190到200的10塊去吃35塊的回檔嗎？沒有，你要有預期利潤，就有預期停損。你有預期吃的回檔，就相反過來說，也要有預期的利潤。這個網子是你本人設計的，不是精準盤勢判斷，不需要你設計好就可以這樣子下去操作。OK， 你設計好這個網子，就放在股市裡操作。網子是你設計的，有沒有中是老天給你的，設計的合不合理一回事。你沒有設計這件事情，你本身你就不要玩了。大概就是這樣，蠻簡單的哦。